牌大量情报来袭，京都 CL 由放逐 Box 拿下冠军，牌组细节大公开。2024年的第一个新系列居然又是双系列了，而且还有跟诚意满满的新日组一起发售哦，加上游戏王的进卡表更新，全都在本期的卡牌双周报。大家好，我是柯柯，欢迎来到本期的卡牌双周报。上礼拜五，宝可梦卡牌的年末新系列闪色宝藏 EX 终于正式上市了。我们也请到雪兔、洛基少女 ET 和文豪一起来我们频道开箱。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支影片，别忘了点击左上角去看看3个人超好笑的吐槽互动哦。12月23号、20号这2天，大家应该准备过圣诞节吧？但是宝可梦卡牌的日本玩家可是正在进行冠军联盟赛京都站的热血对战哦。经过2天的激战，最后大师组的冠军由3轮春马选手的放逐 Box 拿下冠军。我们摊开3轮选手的牌组列表看看，会发现几乎和前阵子另外一位知名选手 Tord 的构筑不谋而合。同样是以放逐元件为主轴，放入了铁臂膀、轰鸣月跟盖欧卡。在前一支影片讨论 RL 的时候，也有跟天线小鹿讨论到，这副难的点是在于胜利条件的选择，还有资源上的调配，可说是难度很高的牌组。3轮春马选手在获胜之后，也马上在个人推特 po 出了这次冠军奖牌的照片，里面内嵌的卡片叫做胜利的印记，上面印有2024年赛季的金印。能力是掷1次硬币，如果正面朝上，则从你的牌组中选择一个宝可梦，展示给对手看后，将其加入你的手牌中，接着洗牌。这卡真的很帅。另外，我们也意外发现啊，原来3轮春马选手大概在刚好1年前的京都 CL， 也是凭着一副放逐 Box， 在2022年的 CL 中拿下4强，连续2年都拿到奖牌，也太强了吧！话说，每到日本的 CL 大赛，就知道肯定有未来的新情报要公开了。这次当然也不例外。首先是全新起始牌组跟构筑的组合，古代的固勒顿 EX 和未来的密勒顿 EX， 这次将发行2种牌组，一样是古代对上未来的概念。里面收录的卡片能够让玩家充分体验到古代宝可梦和未来宝可梦的特色。同时也收录了不少实用的卡片，包括像是骑术啊、森林封印石和反击捕捉器等等，都可以直接从这个产品入手哦。另外，这个系列除了预先构筑好的牌组，也有不少帮助新手玩家的小工具，包括伤害指示物、能量卡，甚至硬币和纸质桌垫等等，都可以帮忙新入坑的朋朋们上手更顺利。如果中文版来得及过年前出的话，好像可以考虑各买一个，然后拿来教家里的小朋友玩宝可梦卡牌。那难得的新情报公开，当然不能只有起始牌组就算了。2024年的第一个新系列也堂堂公开啦。说是第一个系列，其实是双系列同日发售啦。它们的名称分别是狂野之力和异度审判。看2个系列的补充包图就知道，又是一个古代，一个未来。至于大家关心的新卡且让我们一一介绍。首先是狂野之力收录的新卡破空焰 EX， 第一个招式火无造成60点伤害。第2个招式火火无造成260点伤害。若使用了这个招式，这只宝可梦直到离开战斗场为止，无法再使用此招式。波烫水 EX 特性，这只宝可梦使用招式的伤害，不计算对手战斗宝可梦身上的附加效果。第1个招式水无造成120加的伤害，若对手的战斗宝可梦陷入特殊状态，则增加120点伤害。猛雷谷 EX 第1个招式无，将自己的手牌全部丢弃，从牌库抽出6张卡。第2招，将任意数量自己场上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基本能量丢弃，造成该张数乘以70点的伤害。古代训练家、探险家的先导，查看己方牌库上方6张卡，选择其中2张卡并加入手牌，剩余的卡则丢弃。那收录在异度审判的新卡片则包括铁斑焰 EX。特性，在自己的回合从手牌将这张卡放置于备战区时，可使用1次，将这只宝可梦与战斗宝可梦互换。若这样做，则将任意数量己方场上宝可梦身上附加的能量改赋于这只宝可梦身上。第1招草草无造成180点伤害，下一个己方回合中，这只宝可梦无法使用招式。铁头壳 EX 特性，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己方未来宝可梦使用的招式对对手的战斗宝可梦造成的伤害增加20点。第1招超无，对手的2只宝可梦各受到50点伤害，此伤害不计算弱点、抗性以及受到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铁盘岩 EX 第1招斗无造成60点伤害，在对手的下一个回合，当这只宝可梦受到招式的伤害时，在使用招式的宝可梦身上放置8个伤害指示物。第2招斗斗无造成200点伤害，
选择2个这只宝可梦身上附加的能量，并将其丢弃。未来训练家暗号迷的解读，从己方牌库选择2张卡，将剩余的牌库重洗，选择的卡片以任意顺序放回牌库上方。还有啊，在横滨世界赛时宣布的特殊卡种 S-Spec 也确定会在新系列中登场喽。S-Spec 卡片有特殊的组牌规则，整个牌组里只能放进1张，因此强度也相当受到玩家们的期待。马上来看看新曝光的2张 S-Spec 新升级能量。若这张卡附于宝可梦身上，视为提供1个无色能量；若附于2进化宝可梦身上，则视为提供2个所有属性的能量。顶级捕捉器，选择1只对手的备战宝可梦与战斗宝可梦互换，然后将自己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大家觉得这次公开的新卡怎么样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最看好的卡片。最后是每次公布都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游戏王竞卡表更新了。这次的改动将会从2024年1月1号起生效，可以说是定义明年初期环境的一个动作。接下来就大家来看看这次有哪些改动吧。首先是禁用的部分，眼魔龙王红恶魔瘟神从无限制改为禁用。这张眼魔龙王其实从上次竞卡表更新的时候就有被讨论是不是应该要禁掉了，果然该来的还是会来啊。再来是限用1张的卡片，总共有5张，分别是解禁的炎真龙、氧化还原龙、新杯的神子夏娃、大蓝，从限用2张改为限用1张的群雄割据，以及从无限制改为限用1张的 Emergency。限用2张的卡牌则有4张，包括从无限制变成限用2张的纯爱兽我的朋友、千茶万别、大欢迎的白银之城，以及从限用1张改为限用2张的新变。最后解开束缚改为无限制状态的卡片有5张，分别是扑灭龙刚多拉 X、铁兽战线佛克托、闪刀启动啮和、龙阵低以及蓬桑奇蜂鸟与迷之地图。在这次竞卡表更新之后，首当其冲的就是百夫长骑士为主的同调召唤套牌。在眼魔龙王直接被禁用之后，强度要大大下降了。大家觉得这次竞卡表的更新还会造成哪些套牌的崛起或是衰落呢？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以上就是本期的卡牌双周报，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我是可可，我们下次再见喽，拜。